第一课：文化之旅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不同的文化如何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？的确如此，它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挂毯，每一根线都讲述着一个独特的故事。没错，想象一下，坐在这辆马车里，周围都是形形色色的人。那将是一次多么难忘的经历啊！他们能分享的故事一定非常精彩。我仿佛都能听到笑声和音乐。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节奏，还有他们的食物，我很想尝尝不同菜系的融合菜肴。哦，你能想象吗？一顿饭里全是墨西哥卷饼、秋葵浓汤和油炸面包。听起来像是一次美食探险。我需要一个更大的盘子，而且胃口更大了。想想我们会聊些什么吧。没错，每个人都能教会我们一些东西。我敢肯定，我们会了解到一些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传统。还有幽默，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逗人发笑的方式。当然，我可以想象分享跨越文化界限的笑话。那太好了，幽默真的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就像这次马车之旅一样，它象征着多元一体。说得好，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象征意义上来说，这都是一段值得经历的旅程。让我们拥抱这些差异，共同庆祝。是的，团结起来，我们就能创造美好的故事。一件足以流传后世的事。的确如此，这正是人际关系力量的真实体现。想想看，这一切都是从一次简单的马车之旅开始的。第二课：庆祝传统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传统是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的？当然有，它们就像粘合剂一样，把社区凝聚在一起。的确如此，每一种传统都讲述着一个故事，这真是太迷人了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，我喜欢它们因地而异的样子。当然，有些传统与食物有关，而有些则侧重于仪式。说到吃的，你最近有没有尝试过什么新菜式？我最近在一个节日上尝到了一道传统菜肴，味道真是太棒了。哦，是什么来着？我很好奇。这是一种特殊的面包，在丰收时节享用。听起来真不错，我非常喜欢传统食物。它们通常都有自己的故事，这丰富了体验。没错，品尝一道菜就像品尝历史。没错，而且许多传统习俗中还伴随着各种舞蹈。我看过一些传统舞蹈，它们真是生动活泼，色彩缤纷。的确如此，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其意义。我觉得很神奇，传统既在不断演变，又始终根深蒂固。是的，他们在尊重传统的同时，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。
它们能营造归属感，不是吗？的确如此，庆祝传统能够团结人们。我喜欢和家人朋友分享这些时刻的想法，这让体验更加特别，不是吗？当然，传统是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之一。我完全同意，它们带来快乐和连结。让我们承诺一起探索更多传统吧。听起来是个很棒的计划，我很期待。第3课，时间旅行冒险。我最近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想法。哦，快说说，我很好奇。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时光机中。听起来真棒！你们约在哪里见面？我把背景设定在史前时代，你能想象吗？真是个令人着迷的选择，我简直无法想象那里的景色。太不可思议了！我仿佛启动了时光机，感受到了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。你看到恐龙了吗？是的，我看到了一只巨大的霸王龙，既可怕又刺激。我当时肯定既惊讶又害怕。你接下来做了什么？我决定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，安全第一，对吧？当然，我也会这么做。我观看的时候，注意到一群小恐龙在玩耍。玩耍？太可爱了！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他们互相追逐嬉戏，场面十分壮观。真有趣！你也加入他们了吗？我很想那样做，但我不想吓跑他们。这很有道理。想象一下，你要如何解释自己的出现？对吧？你好，我来自未来。那该有多奇怪啊！他们可能会一脸困惑地看着你。没错，我会成为他们世界里的异类。想象力能带我们去任何地方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确实如此，我喜欢它让我们能够探索不可能的事物。您还想在什么时间来访？我非常想去看看古埃及，金字塔太迷人了。那太棒了！我真想见见克利奥帕特拉。想象一下，他能讲多少故事啊！还有那些服饰，古代的风格真是太迷人了。想象力赋予历史以鲜活的生命力，这真是令人惊叹。是的，让我们继续一起梦想和探索吧。我期待着我们能在脑海中展开更多精彩的冒险。第4课，行动中的伦理。我一直在思考职业道德在我们工作中的作用。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，您有什么看法？保持中立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在灾区。
没错，保持中立有助于我们关注受影响者的需求。我记得有一次危机发生时，人们的情绪非常激动。哦，我能想象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人们因资源分配而分裂，气氛十分紧张。听起来很有挑战性，你是怎么应对的？我强调了公平的重要性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帮助。明智之举，这是否有助于缓和局势？确实如此，人们开始看到事情的全貌。真是松了一口气，保持冷静至关重要。是的，我们必须避免在冲突中选边站队。我同意，我们的职责是帮助有需要的人，而不是评判他们。没错，职业道德在这种时候指引着我们。我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，这让我大开眼界。快说说，我对你的经历很感兴趣。洪水期间，我遇到了关于援助物资分配的不同意见。你是如何应对的？我组织了一次会议，旨在公开讨论需求。太棒了！在这种情况下，合作至关重要。它使我们能够有效地、公正地确定优先事项。太棒了！沟通确实至关重要。的确如此，它可以弥合分歧，促进理解。我相信，我们对道德的坚持能够增强我们的工作。当然，这有助于建立我们所服务社区的信任。信任是有效应对灾害的关键。我完全同意，让我们继续秉持这些价值观。团结起来，我们就能在任何灾难中发挥积极作用。第5课，了解薪资标准。我一直在思考不同行业的薪资标准。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，你为什么觉得它这么有趣呢？首先，了解赔偿金额至关重要。当然，研究薪资标准有助于谈判。没错，这能让你在谈薪酬时更有优势。你对此做过研究吗？找到了，我发现了一些关于我们行业的令人惊讶的数据。哦，真的吗？你发现了什么？有些职位薪水远超我的预期。这真令人感兴趣，这充分凸显了研究的重要性。确实如此，我真希望在职业生涯早期就能知道这一点。这可能会彻底改变游戏规则。你找到什么资源了吗？是的，我使用了专门查询薪资信息的网站。这些信息非常有用，他们提供了详细的见解。确实如此，我还查阅了行业报告。
听起来很全面。有没有什么显著的趋势？是的，某些行业正在经历快速增长和更高的薪资水平。太棒了，或许值得考虑换个工作。这确实让我深思，我可以去探索新的机遇。记住，做决定前一定要权衡利弊。当然，工作满意度也很重要。没错，高薪固然好，但幸福也至关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职业选择中平衡至关重要。你有没有和别人分享过你的发现？我把它们分享给了几个朋友，他们很感兴趣。太棒了，知识分享才是王道。没错，它也能帮助其他人做出明智的决定。让我们承诺继续共同研究。听起来是个很棒的计划。知识就是我们最好的工具。第6课，在挑战中保持积极心态。最近确实有些挑战，但我会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。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，积极的心态能带来巨大的改变。我相信可以，它能让我振作起来。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些新的策略来保持这种积极的心态？我已经开始了，我每天都练习感恩。这真是个好方法，你是怎么做的呢？每天早上，我都会写下3件让我心存感激的事情。听起来简单，却很有力量。你最近写了些什么？我写了关于支持我的朋友们、健康的身体和阳光。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。阳光总能让我心情愉悦。没错，一些小事就能让人心情愉悦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你有没有尝试过正念或冥想？我考虑过，我觉得这或许有助于缓解压力。当然可以，哪怕只是几分钟也能有所帮助。我得试试。你呢？我最近经常去大自然里散步，这让我精神焕发。听起来真令人神清气爽。大自然确实有抚慰心灵的魔力。当然，它让我能够反思和充电。你在散步时有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？我看到了美丽的花朵，甚至还看到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。真是太棒了！大自然充满了惊喜。确实如此。你还有哪些活动能帮助你保持积极的心态？我喜欢读一些励志书籍，它们能激励我。真是个绝妙的主意。你最近读了些什么书呢？我刚读完一本关于韧性的书，受益匪浅。听起来很值得一读。韧性至关重要。
确实如此，我现在感觉更有能力应对挑战了。让我们继续分享彼此的策略吧，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。我同意，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积极向上，就能战胜任何挑战。第7课，撰写提案。我认为我们的计划已经涵盖了所有要点。我同意，看起来内容相当全面，结构也很清晰。总的来说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题。完全正确，这项研究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观点。你们考虑过如何向团队汇报吗？没错，我觉得视觉演示肯定能吸引他们。真是个好主意，可视化可以让复杂的数据更容易理解。没错，我可以制作一些信息图来阐明我们的关键点。太棒了，信息图表总能增添亮点。我还会加入一些幽默元素，让它更生动有趣。幽默至关重要，它可以缓解紧张气氛，让求婚更加令人难忘。我同意，在演讲中穿插一些笑声会起到很大的作用。那么引言呢？它奠定了基调，不是吗？没错，我想我们可以从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开始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一个好故事就能立刻吸引观众。没错，我会起草一些符合我们主题的内容。太棒了，我很期待最终效果。我也是，我们也要确保练习好自己的表达方式。说得对，练习有助于我们保持自信。这将使我们能够改进时间安排和流程。我已经可以预见到团队的积极反应了。是的，我相信他们会认可我们的努力。让我们敲定细节，为这个重要的日子做准备。当然，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能让这个提案大放异彩。我迫不及待地想展示它，它一定会成功。第8课，满足特殊饮食需求的用餐方式。我有个关于你们菜单的问题，你们的菜单里有麸质吗？完全不会，我们餐厅提供无麸质菜肴。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，我很感激有多种选择。我们希望确保每个人都感到宾至如归，并感到满意。我听说无麸质餐食也可以非常有创意。当然可以，我们的主厨喜欢尝试各种口味。菜单上有哪些受欢迎的无麸质菜肴？我们的藜麦沙拉和西葫芦面条深受顾客喜爱。听起来真好吃，我一定要试试。你绝对不会失望，它们味道浓郁。我总是担心餐厅里的交叉污染问题。
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，我们对此非常重视。如何确保无麸质菜肴的安全性？我们有独立的烹饪用具和指定的烹饪区域。真是太好了，这让外出就餐变得容易多了。没错，我们希望客人能够安心享受用餐时光。我欣赏你对细节的关注，这很重要。谢谢，我们致力于提供良好的用餐体验。您是否收到过有饮食限制的客人的反馈？是的，许多人都对我们提供的无麸质食品表示感谢。太好了，这说明你满足了他们的需求。我们努力满足各种不同的饮食偏好。我明白了，这让这家餐厅脱颖而出。谢谢，包容性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我一定会把这个地方推荐给我的朋友们。希望他们也能像你一样喜欢它。我确信他们会的，在这里用餐是一种享受。第9课，为共同目标而合作。我一直在考虑，我们可以一起开展一个项目。哦，快说说吧，我总是乐于接受新想法。我相信这将是一个有趣且有意义的合作项目。听起来很棒，你打算开展什么样的项目呢？我正在考虑建一个社区花园，这可以让每个人都受益。社区花园，真是个好主意。是的，它提倡健康饮食，还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。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五彩缤纷的鲜花和新鲜的蔬菜。没错，而且这也是学习园艺的好方法。我一直想学习如何种植自己的食物。这个项目简直太适合了。您设想如何布置花园？我们可以邀请社区成员参与规划。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，每个人都可以贡献自己的想法。我们还可以举办园艺技巧讲习班。我喜欢这个想法，这会让更多人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。是的，我们也可以邀请孩子们参加，他们一定会喜欢的。当然，孩子们都喜欢把手伸进泥土里。我仿佛已经能想象到大家的欢笑和兴奋了。这将是创造美好回忆的绝佳方式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把部分收成捐赠给当地的收容所。真是个绝妙的想法，它增添了一份意义非凡的意味。齐心协力，我们就能为社区带来积极的影响。我对这个项目感到非常兴奋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们安排一次会议来讨论细节吧。第10课，休闲偏好。
我注意到人们的休闲活动有一些有趣的现象。哦，你观察到了什么？我很好奇。似乎有些人更喜欢看电影。没错，电影确实是逃离现实的好方法。没错，但有些人更喜欢体育活动。没错，运动可以让人神清气爽，精神焕发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人们的喜好会有如此大的差异？或许这取决于性格类型。这很有道理。有些人喜欢运动带来的刺激感，还有一些人则从讲故事和想象中获得乐趣。我能理解双方的立场。我也喜欢看电影。我也是，不过我也很喜欢跑步。跑步有助于清醒头脑，不是吗？当然，这绝对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。不过，有时候我只想放松一下，吃点爆米花。谁不喜欢温馨的电影之夜呢？没错，我想，关键在于找到平衡点。是的，将这两种活动结合起来会非常充实。你最近看过什么好电影吗？我最近看了一部精彩的惊悚片，全程都让我紧张的坐立不安。惊悚片总是很刺激，不过我更喜欢喜剧。喜剧能让人开怀大笑，它们能活跃气氛。这个周末，你更想看电影还是去徒步旅行？我会选择徒步旅行，大自然总是召唤着我。我或许会加入你们，新鲜空气真令人神清气爽。听起来不错，我们可以一边欣赏自然风光，一边叙旧。太好了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个电影马拉松了。第11课，了解腐败。我最近读到一些关于官员受贿的报道。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，它会削弱民众对领导层的信任。确实如此，腐败现象之严重令人震惊。另一个例子是，罪犯因受贿而被释放。没错，这会在我们的司法系统中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。这不禁让人想知道，究竟有多少无辜的人受到了影响。真是令人担忧，这确实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。你听说过什么著名的行贿案例吗？是的，发生了一起涉及政界人士和资金的重大丑闻。这些案件往往揭示出一张错综复杂的欺骗和贪婪之网。真的，有些人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，真是令人震惊。同样令人惊讶的是，信任的丧失速度竟然如此之快。没错，信任一旦破裂，就很难重建。领导者必须秉持诚信行事。当然，道德应该始终放在决策的首位。
我认为对这些问题进行教育至关重要。没错，人们了解的越多，就越不可能接受腐败。你是否亲眼目睹过腐败行为？幸好我没有亲身经历过，但我听朋友们讲过一些相关的故事。这些故事令人大开眼界，它们凸显了保持警惕的重要性。没错，我们必须追究领导人的责任，并鼓励其他人挺身而出，反对不法行为。我们携手合作，就能促进诚实透明的文化。我完全同意，改变要从我们每个人开始。让我们继续提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。第12课，一起完成家庭作业。今晚我得完成一些英语作业。哦，什么作业？我们正在读一本课堂用书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你在读哪本书？这是一部经典小说，我们今晚要读其中的一章。经典作品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主题。这部作品讲的是什么呢？他探讨了友谊和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。这些主题总是能引起共鸣。你读到哪一章了？我读到第5章了，剧情有一些引人入胜的发展。听起来很精彩。那一章讲了什么？主人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，这真正考验着他的价值观。这样的选择可以引发精彩的讨论。没错，我觉得这会在课堂上引发有趣的讨论。你已经写好这章的笔记了吗？还没，我希望能先跟人讨论一下。我很乐意帮忙。我们来谈谈关键点吧。那太好了，我需要更好的了解这些角色。了解人物角色能让阅读更有乐趣。是的，这能帮助我更深入的理解故事。目前为止，你最喜欢哪个角色？我真的很喜欢主角的挚友。真有意思。你喜欢他们什么呢？他们忠诚可靠，总能提供明智的建议。这样的朋友太宝贵了，他们让这段旅程充满意义。我同意，真希望现实生活中也能有这样的朋友。别担心，有我会一直支持你。谢谢，我很感激。我们一起完成这份作业吧。第13课，制定定价策略。在制定定价策略时，我们需要考虑当地的购买力。这真是个绝妙的观点。了解市场至关重要。没错，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也不同。我们是否对当地人口统计数据进行过任何调查？
是的，我们有。数据显示，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存在差异。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，它将指导我们的定价决策。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分析竞争对手的价格。没错，了解其他公司的收费标准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定位自己。在保持竞争力的前提下，不能低估我们的产品价值。是的，我们希望在保证质量的同时，也能提供价格实惠的产品。提供分级定价方案如何？这或许可行，这样顾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进行选择。没错，这种策略可以吸引更广泛的受众。您考虑过促销折扣吗？我有，限时优惠可以营造紧迫感，从而促进销售。真是个好主意，人们都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为回头客提供会员奖励计划。我喜欢这个，它能鼓励顾客再次光顾，并建立品牌忠诚度。我们还要考虑季节性价格调整。是的，节假日期间价格会根据需求波动。好主意，我们应该灵活变通，以实现利润最大化。我相信我们采取的这个策略是正确的。我同意，合作完成这项工作卓有成效。让我们最终确定方案并提交给团队。是的，我很期待看到他们的反应。